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是 Catherine。我知道我很久已经没有拍 YouTube channel 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拍应该是差不多2-3年前，然后现在我又回来了。我记得那时候我拍 YouTube video 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还是一个医学生，现在我已经做了2年的医生。然后现在的 experience totally is different from what 我之前有的 experience。我现在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做 YouTube channel， 因为我发现到我之前做 YouTube channel 的时候，我 actually 是蛮开心的。然后我其实是很喜欢分享我自己的经历给那些其实想要跟我一样到外国读书，或者是想要成为医生的人。之前为什么我会停一阵子，也是因为考试，然后需要准备。然后成为医生了过后，也是就是在慢慢的 try to 适应成为医生的那个生活，就 decided to 暂时 stop YouTube 先。然后停着的时候，我就已经习惯了没有做 YouTube 的那个节奏，然后我就很难回到开始做 YouTube channel 的那个时候。现在我又想要再 try to 做 YouTube video， 然后我希望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分享给你们，最重要是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有好处，也是可以从我这里我自己的经历学到一些东西。我今天想分享我自己在澳洲成为医生的经历。So 我以前是读 IMU， 然后就做那个 twinning credit transfer， 来到了澳洲的 ANU 大学读医科。然后2年前我就毕业了，然后成为了 intern， 然后我现在是 resident。所以我今天就想要分享在国外成为一个 junior doctor 的经历是怎样的。就我很难明白在马来西亚工作是怎样的，因为我毕业了就留在那个澳洲。我发现到最常被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在国外会不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有是有的，但是它是比我想象中的少。我之前也是就是怕来了国外，然后 what if 会有遇到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啊，我也不懂要怎么应对。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的，不管你是医生还是做其他的职业的，其实它是一直都是存在的。马来西亚我们也是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医院工作的人其实都是说种族的话，其实都是蛮 diverse 的。在澳洲的话，其实是很多不同的种族，很多不同从国外来这里深造的人。因为这样子，我们很 emphasize on like 不可以有 racist 的这种 behavior。在我自己工作的这2年里面，可能会有遇到1-2次，但是每一次当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身边的colleague 啊，都是其实会帮你。说同事跟同事之间，我其实是几乎是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蛮讲究 professionalism， 就是说在工作上的态度啊、专业啊，和你怎样对待你的同事，其实是蛮重要的。在这里成为小医生，他们都是有那种限制，是你需要attend 那些每个星期有的那些 teaching to 增加你的医学知识啊，或者是 improve 你的 clinical skills。像我们就在一个 medical team 里面，我其实是属于最小的那个医生 ，intern/resident 都是小医生。然后就我们有 trainee registrar 上面就我们还有那个专科医生，就是 consultant。就我们的 registrar 还有我们的 consultant 其实都蛮理解我们成为小医生刚刚从毕业出来，他们都会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在真正工作上的事情是还不熟的，他们其实都是很耐心的教我们。我刚开始来 Australia 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是很安静，然后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不敢直接这样问医生，因为我很怕我打扰到他们做工。可是我发现到他们其实都是蛮有耐心的，不会很这样很没有礼貌啊，或者是会骂我们讲哦，怎么你这样笨，这些东西你也不会。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其实就变到很敢，就是问东西，就是我有什么不会的东西，然后我想学的，我都会很直接的问他们，他们也很乐意的教我。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culture。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怕，我的 expectation 是 OK。
我出来做医生了，我就是会直接 handle 那种 emergency case。当你的病人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不懂要怎样子帮你的病人，或者是你觉得病人其实现在是在 deteriorate 了的，他就是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之类的。我们有一个 button 叫做 med call， 遇到紧急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随时按这个 button。What will happen 就是那种可能那种 emergency department 啊，那种 ICU 的 doctor 就会来。帮助你。就如果是讲到工作的 workload 的话，其实是 depends on 你在什么 department 啦。像我之前做过 vascular， 其实是一个很忙的 term。那时候我记得我早上6点半就要到 hospital， 然后要做到差不多6点半傍晚这样子。他们有很多 clinic， 然后有很多手术都是需要。小医生去帮忙的。General medicine 的经验就是在 Australia 会比较多那种我们叫做 social issue， 就是可能说老人啊，他们不能在家自己自理，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 organize 一个 plan，so that 他们可以安全的被discharge。一个70多岁的 patient 进来开刀，进来医院的时候，他是可以完全的自己走动，然后是不需要人家帮忙的。可是就是开了手术过后，他就开始 deteriorate，meaning that 就是他就不能再自己自理啊。在医院呢是有那种allied health， 像 physiotherapy 这样子，他们会看那个 patient 能不能自己回到家的时候自己自理。如果说家里没有家人的话，他们都会 make sure that patient 其实是可以在家自己自理的，他们才会给我们一个很像 tick box 这样子说patient。可以被 discharge from physio 了，然后我们才会想patient 可以 safely get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这样。我们今天也可以大概讲一下薪水方面上的话题。我们这里的薪水其实是2个星期发一次。在政府医院成为一个小医生，我们都有一个 benefit， 就是叫做 salary packaging。你有一个 amount of money that 你可以从你的 salary 拿出来，是不用被 tax 的，交给你的房租，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拿来做 life expenses。讲到 after hour shift 的话 ，after hour 的 meaning 就是如果你在4点半过后做工，他就会给你多25%或者是58%。如果是说星期六、星期日，可能就是58%多过你的 base payment， 或者是75%多过你的 base payment。在我做工的地方，就是1年有28天的 leave， 然后你每做4个星期，你就可以 accumulate 多1天的 leave。我们也有另外好像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28天的 personal leave， 就是 sick leave 这样子。我们其实每1年的薪水都是有 increment 的，可能你是第1年的医生，你薪水会比较低，可是你做到第2、第3、第4年，你的薪水会跟着起。也是看到你做几多工，然后需不需要加班之类的。part-time doctor 还有 government doctor 的差别。就是 part-time doctor 当然薪水会比较高，但是你选择在哪里做工，就是可能会比较在偏远的地方，在 rural 的地方做工。After hour 星期六、星期日的工作都是要做14个 hour 的 shift， 从早上7点或8点到晚上差不多9点这样。晚班的话就是从晚上9点做到早上7、8点这样子。为什么我会想要待在 Australia？ 就是 mainly the reason is because of 那个 work-life balance 啊。我发现到我在澳洲成为一个小医生，我做完工了，我还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小医生的经历。如果是说一个 registrar 或者是 trainee 是 training towards 成为一个专科医生，当然他们要待在 hospital 的那个时间会比较多，回到家还是要读书准备 for 考试之类的东西。我也是有看到小医生做了 government 1、2年过后，他们就会去做 part-time doctor， 可能去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就可能会赚到比较多钱。很多在澳洲想要做专科医生的人，其实就真的是因为他对那个专业有兴趣，然后他们才选择做的，然后而不是因为他们想赚很多钱，他们就选择去做一个专科这样子。做一个小医生已经你赚到的钱已经是足够养活你自己，然后也可以过一个很舒服的那个生活了的，比较不会被束缚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不会被束缚的感觉，我就其实对我自己的工作也是做到蛮开心的。好了，我觉得我自己讲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其实就真的只是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而已。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你觉得我讲的东西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知道更多的东西，
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会尽量的去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在澳洲生活或者是成为医生的经历的话，你们可以 subscribe to 我的 YouTube channel， 订阅，然后我们下次见 ，OK， 拜拜。